家里人口多，特别是有娃的，选车这事儿肯定深有体会。平时送娃上学、兴趣班，周末想带全家来个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或者过年过节拉点年货，一辆靠谱的 SUV 绝对是家庭出行的扛把子，能把所有事儿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讲真，现在2026款的全尺寸豪华 SUV 已经卷出新高度了。它们不光是空间大，坐着舒服、安全感、做工质感，还有那股子高级劲儿，都比以前强了不是一星半点。真正做到了既能拉人载物，又能让你每次一坐进驾驶舱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所以今天咱不搞虚的，就来盘一盘2026年最值得入手的几款全尺寸豪华 SUV， 它们都一个顶一个的能打，完美拿捏了这几个核心要素：一要舒服，更要奢华，长途开车不累，全家人坐的都舒心；二要空间，更要实用，拉人装货样样都行，是真正的空间魔术师；三要动力，更要高效，提速有劲儿，油耗还省，鱼和熊掌都能兼得；四要面子，更要价值，开出去有面子，买它回家也值，不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种感觉，你坐进去，手握方向盘的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发就是它了。想聊聊那个车界大块头吗？就是英菲尼迪 QX80， 以前总觉得它有点憨，现在可不一样了。第8代一换代，这气场直接拉满，它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傻傻卖大空间的工具人了，而是真正有了能跟那些欧洲顶级豪华车掰手腕的范儿。你站它面前，第一感觉就是大，但人家的大不是臃肿，是一种充满力量感的优雅，线条特别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装饰，但那些精致的灯光细节，比如大灯和尾灯，一下子就把高级感给点透了。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奢华，不会让你觉得我在炫富，而是我就是这么有品位，特别懂分寸。坐进去更是绝了，这车有点分量，自重6200磅，像个稳稳的移动大平层，但一关上门，整个世界都安静了。那种高级的静谧感，配上环抱式的座舱和精致的工艺，坐进去的档次感一下就上来了。最牛的是它的第3排，这才是真全家出行的福音。以前很多大车的第3排都是应急，凑合一下还行。QX80 这第3排，3位成年人坐进去，膝盖顶前排都不带顶的，腿部空间绰绰有余，这在同级别的豪华 SUV 里真心少见。要是你选了顶配的签名版，第3排还能加热，后排的待遇都跟头等舱似的，这波操作英菲尼迪必须给个赞。内饰的用料也是下了血本，触感超棒的纳帕真皮，搭配上那种很有质感的木纹饰板，摸着就舒服。科技感更是没得说，2块14.3英寸的大屏并排，信息显示的清清楚楚，再配上那个巨酷的抬头显示 HUD 和数字后视镜，整个驾驶舱的科技感和豪华感直接拉满，不愧是旗舰。动力方面，它也完全配得上这个大块头的身份。3.5T 的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450匹马力，500多牛米的扭矩，推背感说来就来，起步特别有劲儿，开起来一点不笨重。唯一的小缺点可能就是底盘调校走烂路的时候会感觉有点硬，路感传得比较清晰，喜欢极致舒适的朋友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最关键的是价格，起售价大概84000美元，换算下来50多万人民币，在全是豪门的全尺寸豪华 SUV 里，这个价格简直是性价比之王。再加上英菲尼迪提供的4年6万英里整车保修，用车成本和后期维护都让你特别省心。如果你是个大家庭，想找一台空间够大、够豪华、够安全又有面子，同时预算又想控制一下的 SUV， 那这台 QX80 绝对是你绕不开的真香之选。说到豪华硬派越野，雷克萨斯 LX600这个名字你绕不开，它就是那个一直把豪华和可靠玩明白的标杆选手。先看它这块头就透着一股子硬气，它和陆地巡洋舰 Land Cruiser 是亲兄弟，共用丰田那套非常给力的 GAF 平台。这就好比祖传的武功秘籍，底子特别扎实。所以你看它这设计，既保留了硬派 SUV 该有的霸气，纺锤形格栅一开，气场全开，但同时细节处理又特别精致，不会显得那种粗俗的暴发户气质。这车往那儿一停，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拿捏得刚刚好，开起来更是粗中有细的典范。无论是开去高级度假村，还是去挑战那些非铺装路面坑坑洼洼的山坡，它都表现得游刃有余。这叫什么？这就叫全地形从容大师。一拉开车门，这才是 LX 的精髓所在，移动的头等舱。
内饰的豪华感是那种能摸到的真材实料。你看这锻造碳纤维、木纹的细节，还有恰到好处的金属点缀，完全是手工打磨的艺术品。座椅更是没得说，前排有按摩通风，后排直接搞了个老板座带加热通风的船长椅，再配上顶级的 Mark Levinson 25音响系统，关上车门，外界的喧嚣瞬间被隔离，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奢华简房。在这种极致的静谧和舒适里，长途开车那简直是一种享受，时间过得飞快。动力方面也别小瞧它，心脏是一台 3.5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足足能爆发出409匹马力和479牛 M 的扭矩，匹配平顺的10速自动变速箱和全时四驱。说人话就是动力输出跟丝绸一样顺滑，但又源源不断，无论是高速巡航还是越野脱困都特别有信心。当然了，咱们也得实事求是说说它的一些不完美。它的第3排空间说实话更适合小孩坐，如果你想把所有座椅都立起来拉行李，那后备箱空间就比较局促了，属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另外，在自动驾驶这件事上，雷克萨斯确实有点保守，像凯迪拉克、林肯这些对手都已经普及更高级的辅助驾驶功能了。不过2026款的 LX 也有新变化，安全系统 Plus 30、抬头显示这些都成了标配，诚意还是有的。F Sport 版和越野版的起售价大概在108万左右。总结一下 ，LX 600最核心的价值不在于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极限性能，它的金字招牌依然是雷克萨斯那份无可挑剔的精湛工艺和可靠品质。对于真正懂车的你来说，开上 LX， 你收获的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一种极致的舒适体验和在任何路况下都让你心里踏实的驾驶信心，这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兄弟，聊豪华 SUV， 那林肯领航员绝对绕不开。它在市场上一直稳坐头把交椅，专门负责给家人最顶级的舒适和最体面的气场。先看颜值，就是那个味儿。你往它面前一站，不用多说话，那股自信劲儿就上来了。标志性的大嘴格栅，亮闪闪的 LED 大灯，再加上那巍峨壮观的身板，优雅的有格调，霸道的不张扬。真正的豪华是无需喧哗，自有声量，坐进去才知道什么叫移动大平层。拉开车门，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精雕细琢。一进去，手摸到的地方不是顶级的 Nappa 真皮，就是温润的实木饰板或者锃亮的金属件，每个细节都透着讲究。特别是那前排座椅有30项电动调节，还能加热、通风、按摩，简直是把头等舱搬到了驾驶座。第2排的老板座、船长椅同样舒服，能调能通风。最牛的是第3排 L 长轴距版本能给到361英寸的腿部空间，说白了就是坐在那儿的成年人翘个2郎腿都绰绰有余。这才是真全家人的 SUV， 开起来平稳的像在云上飘。别看它块头大，脾气可好着呢。心脏是一台 3.5T V6 双涡轮发动机，440匹马力，动力输出又平顺又猛，推背感说来就来。但它的性格主打一个从容，开起来特别安静，车里基本听不到外面的风噪胎噪。唯一可能有人不习惯的是过坑洼路面时有点飘，但这恰恰是它追求极致舒适的调校，主打一个过滤掉所有颠簸，不光舒服，能扛事儿才是真本事。别以为领航员是个花架子，干起活来比谁都硬核。它的拖拽能力高达8700磅，在同级豪华 SUV 里，拖拽能力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拉个房车、游艇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2026款诚意更足了，最新款的领航员升级也特实在，那个48英寸的超大一体屏重新设计了，看着更爽，操作也更丝滑。蓝航系统 CO Pilot 360也升级了，辅助驾驶更智能。最关键的是起售价降到了94600美元，这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说1000到1万，如果你想找一辆最适合全家人、最舒服、功能最全的大块头豪华 SUV， 领航员依然是那个最没毛病的答案。兄弟们，聊到100万级的大7座 SUV， 梅赛德斯奔驰 GLS 绝对是绕不开的那个扛把子。为啥？因为它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SUV 界的 S 级，这可不是白叫的，是实打实的实力认证，气场这块拿捏得死死的。GLS 开在路上，那股子不怒自威的气场，瞬间就能让你明白什么是行政座驾的风范。但它又不像某些车那样高高在上，而是把欧洲的精致豪华和家庭的实用空间完美的捏合在了一起，让你既能撑起场面，也能搞定全家人的诗和远方。动力随叫随到，丝滑如德芙。咱们先看心脏。GLS 450 375匹马力的轻混6缸发动机，动力储备充足，日常家用绰绰有余。想更野一点，上 GLS 580 510匹马力的 V8 双涡轮，那推背感
简直了！不管你选哪个，它们背后都是那台调校得堪称神器的 9AT 变速箱，换挡干脆利落，加速过程顺滑的像抹了黄油，深踩一脚，动力就跟上了你的想法，一点不拖泥带水，路感稳的一匹，比老板的椅子还舒服。想知道什么叫魔毯般的行驶质感吗？ GLS 的 Airmatic 空气悬挂和自适应减震系统就是答案。过个坑洼，碾个井盖，感觉就像被一双大手温柔的拖住，化解得干干净净。这滑行品质在 SUV 里绝对是顶流，除了那位老大哥揽胜，谁能比肩？内饰老板座的体验，后排孩子抢着坐，坐进车里，那股子豪华感就扑面而来。大块的真皮，精致的木饰板，可自定义的氛围灯，还有那块最新的双联屏，科技感和豪华感直接拉满。最让我惊艳的是它的第二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一应俱全，舒服的让前排乘客都眼红。想进第三排也简单，一键电动调节的老板座直接往前一挪，给第三排让出通道。不过话说回来，第三排空间嘛，给家里的娃或者身材焦点的朋友用绝对够用，但要是180加的大个子坐进去，可能会稍微有点局促，所以它最适合的还是那些追求高品质全家出行的用户。价格与总结，起售价大概在9万美元左右，具体看配置 ，GLS 就是那个6边形战士，它完美平衡了欧洲范儿的精致、顶级的舒适和日常家用的实用性。买它，你得到的不只是一台车，更是一种从容体面的生活方式。兄弟们，今天咱聊点硬货。在豪华 SUV 江湖里，有这么一位霸总，常年盘踞着大哥的交椅，他就是凯迪拉克凯雷德。这气场，你看第一眼就得服。他可不是那种靠堆料唬人的大块头，而是把公路之王这4个字刻在了骨子里。那巍峨的身段，巨无霸式的盾形前脸，再配上垂直的 LED 闪电灯带，整个前脸往那一杵，就是活脱脱的霸道总裁范儿，侧面线条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哪是一台车，分明是把豪华轿车的优雅艺术馆的范儿，还有豪华游艇的贵气揉吧揉吧捏到了一起，霸气侧漏，藏都藏不住。选它图啥？就图那份到场级巅峰的尊重感。甭管你是想当全场的焦点，还是就想安安静静的开，不用说话，光凭这牌面就能让旁人高看一眼。凯雷德就是给你这份无需声张的底气性能，别被他的块头骗了，心里可藏着猛兽。揭开引擎盖，这台 6.2L V8 心肝宝贝可不跟你开玩笑，420匹马力，让你想超车想提速那都是一脚油门的事儿，稳的一批，丝滑的像德芙。再配上那个跟它心有灵犀的10速自动变速箱，高速并线，长途巡航，那简直是享受，又快又稳。觉得这还不够野？没问题，凯雷德 V 伺候着。682匹马力带机械增压的 V8 猛兽，直接把一台豪华 SUV 变成了赛道上的狂暴战士，那声浪和推背感绝对让你肾上腺素飙升。开着这么大家伙，会不会很笨重，格局小了？别看他身材魁梧，开起来那叫一个稳如老狗。全系标配的摩旋架简直就是魔术师，啥坑洼烂路到他这儿都给你抚平了。车里稳稳当当，安安静静，跟你坐在自家的豪华大沙发上似的。所以啊，它是目前同级别里开起来最平顺最舒服的大块头，没毛病。坐进去那才叫一个爷青回，一拉开车门，那豪华感直接给你拿捏了。最吸睛的就是仪表台上那块38英寸的大电视曲面屏，一整条贯穿过去，仪表盘导航娱乐系统全给你整合了，科技感直接拉满。未来座舱没跑了，再摸摸内饰，全是真材实料，手工缝的顶级真皮，天然的木纹饰板，还有那种带点磨砂质感的金属点缀，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你，这就是豪华。3排坐人绰绰有余，要是家里人特别多，直接上 ESV 长轴版，后面能拉下一整个家庭露营的装备。1428立方英尺的恐怖容量，放眼榜单就没谁比它能装得了。智能化必须跟上节奏。凯迪拉克的 Super Cruise 超级巡航系统，在一些好路上，它能实现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让你在长途跑高速的时候能解放双脚，轻松不少，简直是通勤和长途旅行的福音。当然了，人无完人，车也一样。说实话，顶配版本那价格确实有点高攀不起，而且 V8 发动机的饭量你也得有心理准备。但你看看2026款起售价才93700美元，就能给你带来这级别的奢华、科技、舒适和气场，性价比这块它绝对是王者。总结一下，如果你就爱这股子明晃晃的美式范儿，如果你对大空间有刚需，如果你就想拥有那种从容不迫、稳坐 C 位的自信，那凯雷德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标杆，是其他所有对手都想超越，但至今也难以撼动的图腾。Hello， 各位老铁，接下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全尺寸豪华 SUV 里的扫地僧路虎揽胜长轴版。
要论舒适、工艺和那份沉稳的尊贵感，揽胜在排行榜上妥妥是榜3的实力担当，而且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祖师爷级存在。如果说凯雷德是那种张扬跋扈、气场2米的霸道总裁，那揽胜就是温文尔雅、骨子里透着范儿的优雅王者。他从不大吼大叫，但你只要一见到他，那种与生俱来的高级感，瞬间就能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看这外观流畅到不像话的车身线条，大块的玻璃幕墙带来的无缝视野，还有那个悬浮式车顶，配上晚上亮起来 bling bling 像宝石一样的 LED 大灯，这哪是车，这简直就是一件会移动的艺术品，充满了建筑美学的高级感。这境界真不是一般的 SUV 能比得了的。但揽胜最牛的地方还真不是看，而是开。它有个叫自适应空气悬挂的黑科技，像个空中蜘蛛侠，时刻扫描着地面路况。DS 之间就把悬挂给你调得明明白白，保证整个车稳得像艘陆地巡洋舰。甭管是颠簸的小土路，还是坑坑洼洼的烂路，到了揽胜这儿，全都给你一键抹平，化坎坷为坦途。它就那么4平8稳地滑行在路面上，每次开车都像去做了个高端 SPA， 把一天的压力都给揉碎了。这玩意儿就是你下班回家一脚油门，直接把你的身心一键重置的终极神器。拉开车门，我的天，这才是移动的头等舱啊！极简的设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再加上顶级的真皮、天然的开孔目视板、手感超棒的陶瓷按键，还有氛围灯一打，整个座舱就跟一个温暖又高级的水疗馆一样，舒服到不想下车。而且加长版还真的给你塞进了个能坐人的第3排，关键是它没抢了第2排老板椅的风光。第2排的老板位体验依然是传说级别的享受，动力上它也贼有心机，可选装的轻混6缸或者双涡轮增压 V8 劲儿是真大，但加速却特别佛系，安静又从容，给你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对了，2026款马上就来了，还有特别版，内饰材质升级，车机也更快更好用了。价格嘛，起售价大概113万，确实是榜单里最贵的一位。但话又说回来，就凭这份纯粹的舒适和顶级的精致工艺，你花这个钱买到的绝对是金钱能买到的最安静、最从容、最奢华的驾乘体验。在这个领域，揽胜依然是那个做得稳稳的王。2026年最牛的全尺寸豪华 SUV 排行榜前2名被谁包圆了？没错，就是宝马 X7 双料冠军。为啥？实至名归，没毛病。要说这宝马 X7 现在路上跑的全尺寸豪华 SUV 里，要论综合实力，他说第2，真没车敢说第1。性能、档次感，还有日常开起来的那股顺手劲儿，他给你捏合的死死的，对手们想模仿都摸不着门道。X7 加有好几位兄弟任你挑。头号选手是重新调校的 XDrive 40i 375匹马力的直列6缸，动力随叫随到，还贼省油，追求极致性能的。看 M60i 523匹的双 V8， 那推背感起步跟弹射似的，还有隐藏大佬 Alpina XB7 专属调校，性能直接干到超跑级别，简直是西装暴徒。不过要说最香最均衡的，还得是 XDrive 40i。动力、效率、驾驶感受，它给你整的明明白白，性价比拉满，妥妥的多数人闭眼入的理想型。但 X7 最牛的还是它那股子开起来像宝马的劲儿。要知道它可是个3排座的大块头，但开起来那灵活性、操控感，同级里没几个能比过弯，跟玩似的，一点不拖泥带水。这就得归功于自适应空气悬架，过弯稳如老狗，开起来又跟中型 SUV 一样灵巧，高速上指哪儿打哪儿，车身控制的那叫一个完美，运动激情直接拉满，你能信？这么大个车开起来这么有乐趣，这本身就是对宝马驾控基因的最高褒奖了。坐进车里更是没得挑，内饰那叫一个现代精致水晶玻璃面板，定制氛围灯，软的不像话的美利奴皮革，还有那块弧形的大屏，科技感爆棚，操作还特顺手。真挑刺的话也就俩，后备箱空间跟某些对手比稍微小了点，第3排嘛，小孩坐正好，要是让长辈长途跋涉坐那儿，估计得嘀咕2句，但瑕不掩瑜啊。$87,900起售的 XDrive 40i 不光配置高，还是同级最省油的 SUV 之一，高速上跑25个油没压力。更狠的是，宝马还送你3年或3万英里的免费保养，这诚意谁看了不说一句真香。总结一下，迅捷、细腻、舒适、高效，还得驾驶，乐趣十足。X7 就是全能豪华 SUV 的代名词。说到底，2026年的豪华 SUV 市场个个都是狠角色，不管是追求揽胜那种沉稳大气的，还是喜欢 X7 这种精准操控的，又或者看重英菲尼迪 QX80 性价比的，总有一款是你的菜，总有一款能满足你带全家浪迹天涯的梦想。
要是本文帮你缩小了范围，那就在评论区聊聊你现在在纠结哪2款车。要是你觉得这分析对你有用，别忘了点个订阅，不然下次未来科技的深度大餐你可就错过了。